可能是鸡骨头比较轻啊，经不起贵人念叨。日元昨晚又涨个了，飙到了163对1美元，40年来的最低水平。前脚早明才敦促要日本的养老金棺材板增持日股做支撑，后脚我们就去他们没充值的这个鸟胶打靶日元汇率当晚急转直下。之前日元突破160的时候还几万亿的保汇率，现在属于是死鸡不怕开水烫的意思很多人说是因为美元走强才显得日元弱了，你快省省吧日元这次贬值跟曾经的逻辑完全不同。日本现在的工具箱里剩下的全都是把全民棺材本压上股市这种绝户计，而日本股市可都是在巴菲特当年带头持有的华尔街手里的这个不叫经济支撑，这个叫请干爹吃绝户。日元现在并不是被动的挨打，而是基本面截肢带来的不可逆的变矮腿都被砍了，能不矮吗？那跟隔壁的人长不长个没有任何关系本轮日元的贬值是全球资本对日本产业竞争力、财政可持续性以及长期增长潜力的一次集体不信任投票，全球减持日本资产带来的根本性的信用衰退。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资本高看日元一眼的底层逻辑就是相信日本强大的制造业出口能力可以兜底，日元一跌，丰田、本田这些出口巨头的海外利润折算成日元，它就会显得很好看，出口的顺差这种数据就能给这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续命。钱虽然存在海外，但是金融业假设这些日元的资产是可以作为日本资产的护城河的。那不巧的是，这个河前不久被我们挖断了。在全球电动车转型的这个浪潮里，日本的车企的电动车全球份额已经跌得连10%都不到了，想不到吧？那半导体产业更是从当年占据半壁江山萎缩到了如今的个位数。现在日本看它的经常账户还有一些比较大的顺差，但是那都是靠早年在海外投资收益的，在吃老本。而且随着日本国力的衰退那英国人急了都知道抢我们的钢铁厂。那日本在南美、非洲、澳大利亚的这些产业到底什么时候它不姓日，那都是说不好的事。而日本本土的基础制造业随着化工业的彻底萎缩，正在逐步的失去根基，快速的空心化。那高端制造业呢，因为自己的倒行逆施被咱两岸物项管制，它也是苟延残喘。这就导致了日元贬值不但换不来出口的爆发，反而成为了极其惨烈的输入性通胀。买单的是日本国内无数因为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暴涨而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和实际购买力连续下降的普通老百姓。全球资本又不瞎，当他们看到日本的核心产业供给弹性已经出现结构性滑坡的时候，赚取外汇的能力实质性衰退的时候，这种基于产业基本面的看空定价那是不可能逆转的。产业不恢复就难以有信用，那中东不恢复那就难以有产业。高市政府明显他是不懂经济，他也不在乎产业的，一根筋的持续自我透支，搞什么不受支出上限约束的投资框架，这废话特别长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大撒币嘛，造不出东西来还要无限印钞，那全球投资者手里的日元和日债不是很快就奔着废纸去了吗？所以大家不仅抛日元连着日债一起砸。但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坍塌真正让这一次日本万劫不复的是美国难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稍微复盘一下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基石是啥？作为一个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99%， 其中90%要靠中东进口的这个国家，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繁荣，默认的一个前提是美国主导的海洋霸权能够绝对掌控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一条对日本免费敞开的绝对安全的能源大动脉。只有了这个前提日本的企业才敢搞什么大进大出、零库存管理，才敢把身家性命全部压在极致的供应链效率上。那现在呢？伊朗对海峡现在是志在必得，美国显然也无力地面全部控制伊朗，失去海峡的控制权已经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了。只要看懂了这一点，全球资本都知道，下一步只要美国难以像过去那样完全掌控海峡，日本恢复绝对畅通的产业环境。而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风险从中东的临时起义变成了一个中长期的基准常态，日本的整个制造业成本结构就已经崩溃了。你原本依靠的就是廉价的能源和稳定的物流建立的精益生产，
现在必须长期面临高企的能源溢价和随时可能断链的风险。这种外部环境的巨变不仅动摇了美国制度性霸权的根基，更是直接抽干了日本经济的长期估值。这个是极其深远的系统性的冲突，打不赢的美国堵住了日本的后路，我们的管制又封住了日本产业的未来，日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正在快速的节节下降。之前还有人担心日本加息会抽干全球的流动性，你真是抬举一只鸡的能力。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日本已经无力保障自己的货币币值，财政扩张碰到了债务的天花板，货币政策的空间被通胀和汇率双重锁死，连直接动用外汇储备干预都成了打水漂的时候全球会主动抛弃日元这张废纸，而不是想着我要跟垃圾共存亡担心日本经济萎缩能崩着自己的朋友，你要不然补钙呢？那日本经济在内部已经找不到别的出路的时候如果是一群人想着的可能是发愤图强，那如果是一群鬼子在所有的常规手段都耗尽了之后能想到的就是转移矛盾。国内的矛盾现在因为物价飞涨马上要压不住了，它除了献出自身的绝户计解与国之欢心，能够想到的就是制造地缘冲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现在正在不可遏制的滑向地缘冒险军国主义。既然经济上破不了局，那就去地缘政治上找补你看他们最近这2年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疯狂的增加防务开支，在西南诸岛搞军事部署，甚至深度去参和印太事务。他们就是在试图通过主动去充当美国在亚太维持旧秩序的这个马前卒，来换取自身在未来的产业分工上还有一席之地，或者在能源供应上能得到一点特殊的照顾，甚至哪怕什么都换不到，只要能够塑造出外部的紧张局势，就能顺理成章的转移国内民众对于生活成本飙升的怨气，为政府那些不负责任的财政扩张找到新的借口。而有的时候会犯错的对手远比懂得会韬光养晦的敌人更让我们喜闻乐见。俄乌发展成那样，西方再无任何实力持续的支持日本，而日本本身除了鬼子什么都缺内部经济反噬的速度远远快于它可能完成向外武装释放压力的速度。一个赌字诀，高压锅焖鸡就足够让日本的债务和民生付出它应有的代价了。现在我们才刚刚把锅盖子给它封好，日本的好日子且还长着呢，我们拭目以待吧。